止住了手，不忍吹醒课桌前的少年。遥远的光影走慢些，未来大把失眠。你骑着单车渐行渐远，去了南海的月。责怪天气预报没有预言，某一天多云的夜，星辰大海，怀揣深渊，追着光亮，每次挫败给我一记真言。暖暖时光，难免会夹杂一些哄骗人的字节，弄逼我们的眼，还相信走过黑夜有明天。走吧，师傅，辛苦你。你是一个人，可以干掉2瓶白酒，还可以在医院演完胃出血、全套戏码的酒量。这点啤酒，不至于把你喝挂吧？对啊，我就是装醉，我就是喜欢你关心我、照顾我，不行吗？你对别人都可以这么温柔，干嘛对我这么冷漠？老李啊，靠边停。志远，其实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吗？难道不是第一次见面时候的聚会吗？自作多情，我第一次见你啊，特别讨厌你。那个时候留学生圈子里，好像没有人不知道你的名字，Lucas。好多女孩都喜欢你啊。Aren't you not interested in finance? Why did you come to our college? I'm here for Lucas. Hey, Cindy. This is Andrew, and this is Lucas. Hi. Hi. Hi, Mario. Hi. I'm Lucas. 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哼了一声。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我不喜欢你。可是后来你的反应，既没有表现得很在意，又没有表现得很不在意，反倒让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去多留意你。起初是因为不忿，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夸赞和关注，而且那段时间，我好像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你的名字，我的老师、我的朋友，甚至我的闺蜜，总在谈论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你。Cindy, where are you going? Chung, I didn't expect you to explain finance in such an interesting way. Since Mr. Chen
is such a good teacher. Why don't you give an interesting introduction to someone like me who doesn't understand the fairness?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Derivatives.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buy the Lady Dior bag from Cindy, but you have to buy a handbag at first. This is derivatives. Price of your Lady Dior bag is intrinsic value. The money you earn from selling your handbag is called in the money. The fair price is at the money, and the lost money is called out of the money. Wow, so impressive. I got it. Restructure. For example, Coach wants to promote and occupy the best position in the print tips, but the business was not going well, that it had to split the booth in half and give it to Fendi. This is called restructure. Am I clear? Very clear. Wow. Chana,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 senior who's working right now at MG headquarters. Nice to meet you. 其实我也会说一点中文。Bye. Bye, see you. .别动。怎么样？没事儿。脚没事吧？要是穿成这样摔一跤，得多狼狈啊！谢谢啊。不客气。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你帮我，可能是出于绅士风度，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坚定地认为，是因为我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我到现在都觉得，正是因为我的自信，所以才让我从那么多女孩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你。可我没想到，只得到了2年，2年一毕业，你就跟我分手。志远，是不是因为我爱上了你之后太卑微了，所以你才对我没有兴趣跟我分手的？其实你没变，你还是你，只是我变了。你撒谎，你根本没有变。你现在对严小晨做的，跟当时对我做的又有什么区别？是因为绅士风度，还是说你真的爱上他了？我对严小晨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知不知道，从跟你分手到现在，我义无反顾地跟着你。一是因为我欣赏你的才华，更重要的是，我还爱你。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讨厌你了。为什么？因为从咱们俩分手到现在，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真话。你确定今晚不想让我去你家吗？老李，开车。郑总，我们不送新米回去吗？放心吧，有人送他回去。
师傅，咱们跟过去。你干嘛呢？我问你，你刚才干嘛呢？啊？干嘛，乔宇？什么？我干嘛呀？他骚扰你不知道啊？过来！你起开！你有病吧？这是酒吧，大哥，谁骚扰谁啊？我还骚扰他呢。走。Hey, he's not my boyfriend, okay? Okay. What? Don't be afraid. I'm sorry. Don't be afraid. Man, that sucks, man. 扫兴啊！酒，小姐喝什么？啤酒。好的。不给他，他喝多了。酒啊！我说了不给他，他喝多了。乔总，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你看你现在都什么样子？行了，不喝了啊，我送你回家，好不好？快，走，听话，走走。干嘛呀？你这样送我回家？啊？你确定吗？跟你玩玩，可以啊。但是想要跟我谈恋爱，不想承认。森丽姐，走。早安。早安。头上有点东西。啊。这儿。谢谢陈总。哟。乔宇，你故意的吧？不是你那……对不起啊，我……你出去啊！哦。干嘛？你不下来吗？我这样去公司啊？滚！那个，要不我给你擦吧，你也看不见是吧？别动啊！你往前点，别动。不是，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你别动。不是。还有纸吗？昨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据我观察，Cindy 姐和陈总一早上完全没有眼神交流，对乔总的态度也特别冷漠。会不会是 Cindy 姐昨天晚上喝醉之后曝光了地下恋情，所以陈总恼羞成怒提出了分手？对吧？李辉，你分析报告做完了吗？你就在这儿八卦。姚晨，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快说！半个小时之后开会，你们都没看手机？快走！森迪姐，森迪姐，
潘达，准备20杯咖啡，手冲。Cindy 姐，一共4万块钱。怎么你不出数？小陈知道这件事吗？你拿钱不就行了？我建议你啊，不要把 A 对 B 的事情搞成 A 对 D。我想这里面的钱应该也不是你的吧？关你什么事儿？我给你个建议，不要拿别人的钱来逞英雄，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我问谁借钱，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拿到自己的钱不就行了？还有，小小是我女朋友，她的债我来还，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就别无事献殷勤了。还了啊，舒服了吗？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感觉心里喘不上来气儿。你去哪儿啊？上不上来？不是说了吗？去哪儿都陪着你。散会。Cindy 今天吃什么枪药了？不知道。叶耀晨，今天放下你手头所有工作，下午跟我去见客户。Open your eyes today, OK？ 嗯。楼下等我。川菜，大哥，我不吃辣，咱换一家吧。哎，我终于找到一家不限学历，然后我妈又管不着的工作。你认真的？藤条、分球、水煮鱼，好嘞，马上到啊！服务员加个菜。哎，来喽！哎，不是，那个我问一下，你们老板在哪儿啊？我就是，二位稍等啊。小王，来过来，这是夹菜啊，你跟什么跟他说啊？那个二位是吃饭还是？啊，是这样，我看门口那个你们在招外卖员是吧？哦，对，二位你们是来聘外卖的啊？那个会骑摩托车吗？啊，当然会，车就停门口呢。我也会。都会，好，招外卖员月薪3000啊，送的多月底有提成。3000。对。那个二位不干没关系啊，别挡路，来这边考虑一下啊。对，哎对，那个水煮肉片。3000一个月的话，我得1年多才能还上。你不用想还我钱的事儿，赶紧走，快点。回锅外卖好了。老田儿，小林送外卖去了。那这怎么办？哎，老板，1个月3000是吧？我干。你干。你疯了！现在能上班吗？哪有马上上班的？我可以。好嘞，就你了，我这反正也缺人。你真要干这个？你不觉得丢人啊？这有什么丢人的？我这要自食其力。再说小小也干过这样的工作，我在这体验他曾经的生活。那个来，兄弟怎么称呼？姓沈。姓沈，小沈啊，背心穿上，然后按照这里面的地址，赶快给我送过去，半小时内必须送到，迟到我扣你钱。哎，好嘞，我马上去啊。注意安全啊！哎，快点啊！爱情真可贵，自食其力。老板，哎，3000是吗？对，我也干。OK。学金融跟做金融可不一样，你在学校成绩好，不代表你到公司业绩好。在别的行业里，甲方是爸爸，但在我们这行，你可得先学会做儿子。因为好的投资项目是不可能坐在那儿等你的，你要想拿到不同的客户，光靠在办公室死用功根本不行，你要动用一切的手段，才能把先机牢牢地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里。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与注资，除了表面上需要了解公司的条件与项目资料，还有更需要深入了解的，就是公司经营者以及项目合作者的出身、性格、爱好与过往经历。
通过这些来了解和他们是否有项目合作的可能性。高总曾经走过仕途，半路下海经商，在项目审批等方面他经验丰富，尽管要求严格，但只要和他合作的项目都不会出现纰漏。可是他说话喜欢留一半，和他谈项目就要注意话中有话，含而不露。最主要的是听明白他的意图。辛总上道了，名师出高徒啊，是高总教的好。那辛总肯学。这280码是一杆，5厘米也是一杆，两者在积分卡上是没区别的。但是5厘米的推杆失误，要远比280码的开球打偏惨重得多啊。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像我们这种业余的，拿着 Pro V1 也打不进18洞。我相信好学的聪明人跟懂行的老师傅合作，18洞72杆不是没可能。有很多想问的吗？刚才还有，现在都明白了。还不算太笨嘛。哥们儿，帮我开家门。我跟你说话呢，我送个外卖，你帮我开下门。不是业主不让进啊。哎，您好，问一下7号楼在哪儿？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啊，那好吧，谢谢。哎，你好，那个麻烦给我个好评，别蹭我迟到。啊，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把地址写错了吗？没关系。喂，猴子，老板催你回来呢，这边有新订单。啊，马上回来，马上回来，马上。哎，谢谢啊。石总毕业于北大，是个文人，最喜欢古典诗文。别人谈项目喜欢喝酒，而他喜欢喝茶。哟，辛总这一手茶道颇为专业呀。石总谬子啊，只是略懂，请。他的风格也很随性，只要聊得来，一切好谈；聊不来，则一切免谈。所以和他谈项目之前，要先懂茶、懂诗、懂格调。春风休憩忆江南，撒颗茶炉共一担。辛总对我们南园的项目也有兴趣。石总，今天咱们只谈风雅，不论世俗。好，喝茶。这满嘴知乎者也的，可把我给累死了。生怕说错一个字就露馅儿。一想到下次见他还得这样，真是头疼。放常见钓大鱼嘛。行，跟我再去一个地方。来了，快！哎，好的。前方摩托车驾驶员，马上旁边停。停车。刚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对不起，没听见。知不知道你刚才驶入非机动车道，还加速超车，多危险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就知道对不起。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在禁行区内上道行驶，扣3分，罚款100。另外，
这条路上一会儿你也不能行驶了啊。什么？警察大哥，我还得送外卖呢。你送外卖也得遵守交通法规啊！这路上车流量这么大，多大危害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了，警察大哥，下次我再也不敢了。我回去一定好好背熟交通法规，下次再也不犯了。喂，哎，小沈，你到哪儿了？人客人都打3电话了。电梯里了，马上。哎呦，麻烦你大哥，你能快点吗？人都催了。哎，好嘞。17。您的外卖，我都等了快1个小时，你才送到，菜都凉了，而且我赶着出门呢。这外卖我不要了。先生，我刚送来的路上出点小意外，耽误了。啊，当然我不是故意的。您看，您总得吃饭吧？既然我也送到了，您就别为难我了。你来晚了，你还说我为难你？你迟到你还有理了你？你指什么呀？你会好好说话不？你这送外卖，你跟谁横呢你？送外卖怎么了？你信不信我给你差评？行，你就这点能耐，哎，随便投诉，爱吃不吃啊！你给我等着！心丽姐，我发现杨总，她虽然是个女强人，在商场上也雷厉风行的，但是她至今未婚，说明她内心娟秀，还在等她的白马王子。所以，与其让女孩子跟他去谈，还不如找个帅哥去谈，对不对？分析的没错。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好，女士，请这边坐。谢谢。请问需要喝点什么？我先不用，我等我朋友来再说。那好，有需要您随时叫我。谢谢。好的。嗨，辛迪姐，这儿。哎，辛迪，杨总，好久不见。是啊。哎，你这哪儿买的？这个啊，坐。这个我是在摩纳哥买的，我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哎，给我看看。这个包我也是托我个朋友等了3年才等到的，很好看。说实话，我就差这一个，就能完成我所有的收藏了。是吗？嗯。哎，那我可以把我朋友推给你啊，然后你问问他，也许还有呢。好啊。你可以拍一张照，然后发给他。确实挺好看的。我告诉你，我请你来是来送外卖的，不是让你来这儿当大爷的。你把人客人给得罪了，你知道吗？人家在那外卖那软件上已经给他点差评了，你知道吗？啊，差评怎么了？啊，我就为那差评被那样的人啊踩在地上啊！嘿，你还不服是吧？我告诉你，你要真是大爷，你就不可能到我这儿来送外卖。就你们这样，我见多了。要能力没能力，要学历没学历，干什么都不行，一天到晚就想着当大爷，去哪儿还都没人要，典型的没出息。我在外面跑了1天了，你在店里享清福，你还指指点点，你才是大爷呢！我不干了！哎呦，冷静，你爱干不干走人，别回来！
你还有理了啊！你消消气，冷静一下。因为谁啊你？冷静一下。你干嘛？你谁啊？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同事，我叫小田儿，我在这儿啊，干2年了。所以能怎么着啊？干咱们这行，迟到挨骂那是家常便饭。你现在不干了，你这一天不白费了吗？不是，怎么回事？他呀？我劝你啊，别逞一时义气，刚出来做谁都不习惯。这老板啊，话说的难听，但有句话在里。你说咱们要是有学历，有本事，也去对面高楼里边坐办公室了，谁还干这个呀？你说咱们既然什么都靠不了，那只能靠自己体力了，是吧？劝你啊，进去跟老板道一歉去。你等会儿，你受气了是吗？我给你报仇去。哎，你回大不来了咱不干了呗，受这气干嘛呀？谁？你怎么比我还急？你也冷静点。你先坐，先坐，先坐。坐。算了啊，这事儿不能怪他。行，拿着。你见笑了啊。其实你说的挺对的。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学历真的挺重要。我现在这样，不能怪任何人。我其实觉得挺对不起我妈的。大学4年，算是白念了。哎呀，拿着，先坐着，我先进去。好嘞，马上就到啊。老板，对不起啊，我知道错了，我刚才。小云，哎，快来，马上下单，客人等着呢。哎，别跟我一般见识啊，对不起，老板。赶紧下来。老板，算了吧，小伙子年轻气盛。你看他刚才跟我那劲儿。再说了，都来上海打拼也都不容易，再给他一次机会。看着呢，你跟人学学。我看在大厨给你求情的份上，这回我原谅你，但是下不为例。这种事儿以后绝对不能再犯。不管因为发生什么，绝对不允许跟客户发生冲突。你记住了？客户就是上帝。对这句话虽然听着俗了点，但是话糙理不糙。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你一点一点你就会明白了，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个性和棱角。想要挣钱，你要学会吃苦耐劳。把你的个性和棱角都收一收啊！今天也带你见识了不少了，我想你回家需要自己消化一下。今天确实是给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感谢老师，走了，明天见。哎，小猴子，你回来啦！啊！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不是去公司了吗？我不只是去了公司，我还和 Cindy 出去见了客户。哎，你知道吗？金融这东西可不只是你在学校里学的那么简单，你要出去积累人脉，而且还要了解客户的需求，得什么都得懂一点。啊，我今天去那些地方啊，我原来从来都没去过。Cindy 教了我好多东西啊。你怎么了？我没事啊。你不对劲儿。我看你那么高兴，我也替你高兴。你终于在 DH 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了。
你是不是工作不太顺利啊？没有。哎，找工作这事儿嘛，要慢慢来，这感觉我懂的。程志远他在公司是不是意气风发，很有老板派头？我没觉得呀，这老板什么样跟我员工有什么关系？我又从来不去关注这些。笑笑，你相不相信？如果给我一样的时间，我一定、绝对能做比程志远好。我相信呀，我当然相信了。你是谁？你是我的小猴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小猴子，所以呀，你肯定会做得比他更好的。开心一点，开心一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哦。给你抱抱。你多加一点吧，我看你最近都瘦了。今天我请客。我吃这点就够了。我都已经上班了，你还在读书呢，我请吧。你上次跟我说借钱的事情，我帮你问了几个师哥师姐，但你也知道大家手头不太宽裕，所以你别着急，我再帮你问问啊。不，这事儿我已经解决了，你就不用再帮我问了啊。哦，那就好。昨天同学聚会，大家都在问你呢。不就是想知道我跟沈侯的那些八卦吗？主要是大家都没想过你们会在一起这么久。咱们好几对儿毕了业之后，都因为什么工作异地呀、工资差异太大呀，诸如此类的原因分了手。我个人是觉得校园恋爱不太靠谱的，不过你和沈侯例外。哎，我看赵宇环他对你挺上心的，你怎么对他一点回应都没有？说到他呀，我最近可以清静一段时间了。你又干什么了？你到底想干嘛？想不思进取。死你！你知道你缺点什么？缺点你。缺心眼儿。不是，瑞彤，这你不要了。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时间陪你玩，导师在等我呢。这本书啊，您爱举您就举着吧。不是，哎，你觉得我这两天天天来找你是为什么呀？不是因为你闲吗？我才不闲呢！这两天我跟我爸正聊生意呢。哦，原来你是想跟我炫耀你们家很有钱。哪有？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正在干正事儿。哦，原来你们这些富家公子陪着父母出去吃饭聊聊天，就算是干正事儿。那什么才叫干正事儿啊？您得自食其力吧？自食其力什么意思？你真不懂。不是你回来。现在不是我不懂，是你不懂。你觉得我这两天天天泡在学校，请你喝水，请你吃饭呢，是为什么呀？不懂。我他妈喜欢你，你看不出来啊？你他妈喜欢我啊？
你缺心眼吗？笑。你嫌弃我是吗？我算是明白了，我这几天就是在你屁股后面自作多情。不过你放心啊，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邵雨环喜欢上你也是倒了霉了。我无聊的人生当中，好不容易出现个这么有趣的人，我总不能这么快就放过他吧？好，你开心就好。但是我看赵雨欢对你挺好的呀，你是觉得他哪儿不好吗？这些公子哥呢，对待感情都是玩玩而已，有几个是认真的呀？追到手了，可就不是现在这个态度了。哎，我昨天还听到某个人的消息。谁啊？吴倩倩。她怎么样？你离开 MG 之后，她也被开除了，回到自己家公司上班。前些日子，他们家公司出现了一点问题，倒闭了，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啊！那刘星辉呢？他也没有了工作，昨天同学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才到，看上去有点狼狈。我宿舍的同学正好搬出去和男朋友一起住了，所以我就让他搬到我那儿去了。哎，你可不知道，他要是再找不到工作，他就要回老家相亲去了。他妈每天都给他打电话逼婚，他都快崩溃了。比我当初考研的时候，我妈逼迫我还痛苦呢。他如果还想留在上海试试啊，你就让他把他的简历发到这个邮箱上。不过公司要不要他，我可不敢保证。我替他谢谢你。还是得靠他自己。我好像看到沈侯了，在哪儿？应该是我看错了吧？他怎么会做这个呢？做什么呀？哦，没事，我下午还有课，我先走了啊。啊，好，那你路上慢点啊。嗯，拜拜。